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经常感觉腿脚没有力气，上下楼困难，发寒发虚，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道家的绝活，叫做震腿功。这个震腿功非常的厉害。我上述讲的这个问题通过它的一个训练都能够很好的改善。那么这个震腿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通过给我们腿部传达一个震荡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仅可以加快我们腿上面的一个气血循环，更能够通过这个震荡的力量打通我们腿上的经络做完以后你的腿脚是非常舒服，可以说是健步如飞。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非常的好，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震腿功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动作。首先，双腿完全打开，比我们的肩膀稍微宽一些，脚尖呢是指向外部。此时呢，我们的身体下沉，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刚好我的手自然放下来，可以触摸到我的这个大腿的前侧。好，在这个姿势之下，大家注意看，我的脚尖踮起，往下往下大家注意看，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完整的。我们做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大腿内侧，感受一下这个力量的一个震荡。大家看大家跟着我可以一起做。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我腿在往下震的一瞬间，这个力量顺着我们的腿部就上来了。这个大腿的肌肉会来回的进行一个抖动。如果你拿一个慢动作的相机对着看，你会发现这个大腿抖动的这个规律是非常漂亮的。好了，我们演示完了以后现在给大家来一个正式版的就是说我们腿要分开，双手放在腰间刚刚是为了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震荡的力量。现在咱们双手放在腰间记住了一个心法口诀你看，往上吸气，往下吐气。做的时候有一些小细节大家是看不到的，就是什么呢？我的脚趾要始终抠着就是什么呢？抠着地抠着地去颠抠着地，然后呢用我们的身体下沉一个力量，把我们整个身体往下压。此时呢一个反作用的一个震荡力就传导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同时呢我们手插着，往下的时候是吐气，大家听，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看。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但是你真正做起来以后，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消耗体力，而且做完以后，你的大腿、小腿都会感觉胀胀的。为什么会胀呢？一方面呢是我们肌肉用力，第二方面是我们的气血循环起来了。你坚持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会发现脚底发热。同时呢，这个腿上你可以活动一下，感受一下做完以后走起路来是非常的轻盈，非常的有劲。这个动作你只要每天坚持去做上一个50下，那么你的腿部就会经络越来越通气血越来越顺畅，同时呢上下楼也会越来越有力。最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很多朋友年龄大了，那么我建议大家做的时候是什么呢？手扶着墙，可以双手扶着墙去做这个动作。咱们只要把呼吸的频率掌握好就行了。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这个动作非常的好，真心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掌握了这个动作精髓以后，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出去。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养生。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个绝技，这个绝技在道家气功当中也是属于大拇指般的存在非常的厉害。它叫什么呢？叫做灸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但凡我们身体上面，比如说产生了一些不适不舒服打个比方，头疼肩膀疼都可以用这个灸通法快速的揪出里面堵着的点，而且做完以后最神奇的是发生了，你会明显的感觉原来疼的地方不疼的，原来不舒服的地方一下子消失了，就是这么神奇这个灸通法非常厉害，但是它也非常的简单，无论你是新人还是经常练气的人，都可以快速的掌握这个方法。那么咱们现在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大家如果说不会练气的一定要记得看一下咱们专
专栏当中的第一章，先把气啊给它引导出来，然后再学习这个方法。好了，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第一步啊，依然是引气啊，双手合十放在心中啊，然后呢，我们把气啊给引出来，这里啊不多赘述。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因为每个人身上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它都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拿头疼举例。头疼的人，我们首先要做3步，哪3步呢？第一个啊，把眼睛闭起来啊。如果你是肩膀疼，你就想象肩膀；头疼就想头疼啊。我们这里拿头疼举例，眼睛闭起来以后，开始去感受，用我们的所有注意力去感受你疼痛的点。好，去感受它是怎么样的疼痛，是阵痛还是一直痛，还是点刺般的疼痛？你去把它的这个状态啊感受出来。好，当你感受了这个疼痛了以后，好，现在去感受它的一个面积。你看它的面积是一个长方形，还是一个正方形，还是一个圆形？你要在脑中啊画出一个区域，让你去感知，充分的感知这一块区域，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感知到这块区域以后，你要开始把它变成了一个具象化，什么意思呢？依然去用我们的思维去感受，让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图案。比如说刚才你感受的是一个长方形，你现在就要在脑中把它感受出来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立体图案，你要清晰的能感受到它每一个边，就这样去静静的感受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你的意念集中越明显啊，我们其实这个就是引导气的一个过程，你集中的越明显，它这个痛感逐渐就被降低了。好了，当你的意念达到巅峰的时候，你能清晰的感觉到我们疼痛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重点来了，用刚刚我们练气的手，用我们的劳宫对着这个位置啊，不用隔太远，大概2到3指的位置啊，对着它。这时候你能感觉得到啊，这个手上的一个热力啊，开始往我们刚才感受的这个具象化的一个物体啊去移动。也就是说，你的痛点能感受到这个热力，同时你的头皮上面会起出这种微微发麻的感觉，你要找到这种感觉，然后你要感觉这个手在你头脑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大手，抓起你的这个这个刚才感受的这个凸起的物体啊，无论是圆形、三角形还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物体，你抓起它，把它狠狠地捏出你的头，然后用劲地丢出去。好，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痛点啊特别明显，我们就反复多次，依然先感受，用我们的热量先把它催发出来，依然你能感受到这个物体，然后用我们的手狠狠地把这个物体啊抓起来，你在大脑当中也要能感受到你的物体啊，感受这个疼痛的物体啊被我们的手抓起来，离开我们的头，然后狠狠地扔出去。再来一次，先感受。好，感受了以后，慢慢的用手去捏住它啊，它的样子啊，你的触感你都能感觉出来，用劲的往外拽，把它拉开我们的头，用劲摔。一般来说，2到3次以后，你的这个感觉就不在了。不信你现在再感受一下，是不是？如果头疼的人，这个头疼的感觉明显啊就没有了。如果你的功力不够，或许它还在，但是你会发现它对你的威胁已经降低了90%，只有一点点。我们再反复多做几次，它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说它厉害呢？这个头疼啊，只是其中一个例子。那我们如果肩膀疼呢，我们依然首先闭上眼睛，去感受这个疼痛的位置，它的一个区域，然后呢，我们要去感受它的一个形状。只要感受了形状以后，用我们练气的这个手啊，把它抓出来，反复多次，就像扔垃圾一样的把它扔掉啊，把它先具象化，把它扔掉。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叫做揪通法，专门去揪你堵着的点啊。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当你开始能掌握了啊，对于自己的身体掌握完全没有问题了，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呢，就要加入语言的引导，因为他没有练过气，他自己揪不出来，所以你要和他配合好，加入语言的引导。那么在下一期我会告诉你如何去帮助别人去改善这样的问题啊。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养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方圆经络法，里面的每个动作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真正意义上做到一招灵，让你自己在家也能轻松的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
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下腿和脚。咱们都说啊，这个脚是健康门，腿是力量根。腿脚如果好，身体啊健康又长寿。而这个腿脚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咱们有很多人啊，这个腿脚上面经常会感觉气血不通啊，腿脚上面气血不通就会出现，比如说啊，这个腿部没有力量啊，膝盖啊长期冰凉，脚底长期冰凉，而且走路走着走着就会感觉特别的疲乏。这些都是腿上的一些问题，而且时间久了以后啊，你去摸啊，仔细的去摸大腿的内侧和大腿的外侧，你会发现这个腿上啊会有一些小小的小肉疙瘩啊，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气血不通了，营卫之气不够了，所以导致了我们腿上产生的这些小疙瘩啊。一定要好好看今天这个视频啊，今天教你的动作就是帮助你改善我们腿部整体的一个循环，增加我们腿上的气血，同时提高我们腿部的力量，让你腿脚更有劲，气血好了，循环足了，经络通了，腿上这些小疙瘩慢慢也没有了，腿上的问题啊慢慢的也没有了。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开始讲这个动作怎么做。那么这个动作啊就是非常有名的跺脚功，很多人一听啊，无非就是跺脚嘛，跺脚谁不会啊？我随便这样走一走，跺一跺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真正的跺脚功一定要有一个规律，一定要有一个节奏，而且呢，这个真正的跺脚功啊，你做完以后就会有明显的感觉，这个气血啊直溜溜的往我们的腿上去涌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跺脚功。那么这个跺脚怎么做呢？我们在这里啊教给大家，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我们的手和脚都要去动。那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小腹内收啊，小腹内收，收起来。然后呢，把我们的手啊往上啊，就这样半空握拳啊，然后腿抬起来，看1、2、3、4、5、6啊，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在做的时候啊，我这个胸啊就往上会有挺一下啊，脚往下跺的时候，你看跺的时候它有一个震动的力量啊，这个震动的力量它是由下而上贯穿上来的。你光这样跺脚啊，它这个力量是很小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震动的力量啊给它打出来啊，打出来以后，你才能把这个跺脚功的威力啊给它发挥出来。而且呢，跺脚还有个讲究，我们千万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脚啊，你看，比如说我在这里抬，我在这里跺，你看这个声音啊非常的大，但是呢，它这个力量不好。我们要什么呢？脚往前跺，你看我这个脚这个位置，看抬下啊，跺哪了？往前跺，为什么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它这个力量才能贯穿上来，而且这个力量是更加穿透的。所以我们配合手上的动作，你看1、2、3、4、5、6、7、8啊，就这样去跺啊，你去跺上一个20下到30下，你会发现这个力量由下到上，慢慢的会感觉从脚底开始发热，一直到我们的腰部啊，有的朋友啊还能感觉到背部、颈椎都会有感觉啊。那么我们右脚跺完以后，左脚也是一样，你看手往上抬，你看1、2、3、4、5、6、7、8啊，就这样去跺啊。你做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动作多好了啊！所以呢，我们每天坚持左右脚啊各跺40下啊，然后跺完以后啊休息一会儿，然后你再来一会儿。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慢慢的你身上的一些小问题啊，随着你的跺脚慢慢就没有了，而且这个腿脚越跺啊，感觉气血越足，越跺啊，感觉哎这个腿脚啊力量越好，这就是好的跺脚功啊！每天坚持做一做，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这个方法呢分享给大家了，也感谢大家观看方圆轻松法，里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养生视频。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如果你的膝盖出现了畏寒，或者说这个行动上面膝盖容易酸软啊，包括你的整个下肢容易有水肿，那么今天有一个经节啊，你就必须要打开。把这个经节打开以后呢，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加快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带走一些废物和垃圾。同时呢，这个地方它可以充足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膝盖能受到这个大量的血液供应，带来更多的氧这个氧是营养的氧，还有氧气的氧让它进行一些修复所以说这个部位非常重要。往里面走，它是我们的一个动脉
往后面走，它是咱们的坐骨神经，无论是哪一点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位置是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半腱肌和半膜肌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块肌肉啊，很多人啊他不会去放松啊，也没有人会去教他怎么放松。我们日常最多能去放松到它的，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拉伸，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站姿抬腿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会拉到咱们的这个后侧的肌肉，但是仅仅只是拉到，当里面出现一些结节点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真正放松。那么我们怎么去寻找这块肌肉呢？我们把腿伸直，你看伸直了以后啊，这边你看有一根筋，对不对？这根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根筋，这个看到没有？这边有根筋。那么这根筋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放松的一个肌肉。我们需要从这一侧，你看我这个手啊抠进去，直接就是手一抠就进去了，一抠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把它一捏，这么一抠一捏啊，这块肌肉就被我们整个的掌控在了手里。那么此时我们要给它做哪些运动呢？我们要给它去做一个推揉啊，怎么去做？就比如说这是我的手啊，我要去给它进行一个这样的推揉，把它往下送，再往上拉，再往下送，再往上拉，这么一送一拉，这块肌肉它就给它放松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送拉，推送拉啊，再来慢慢往上走，你顺着这个肌肉纹理走啊，慢慢的捏住、钳住，慢慢的做，对，继续啊。咱们一边抓了一个点就不松了啊，你所有的活动啊都是在这个皮下对肌肉的深层组织进行运动啊。当然，如果你手没有力量啊，就是说不像我手比较有劲，因为我经常会做一些手法的话，你就敲啊，从这个敲法不是这样去敲啊，从这个斜角度，不要从后面，也不要从侧面。斜的角度进去敲啊，随便拿一个小锤子或者什么东西的，我拿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样敲一样有效果，上下敲都无所谓，只要敲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更建议大家去捏的方法呢，你可以去摸到它筋节，你一摸，这个地方很硬，又疼又硬又酸又胀。那么证明这个地方它是堵的地方，那就把它就用力捏住，然后多这样揉几次，揉个10下到15下，再换个地方再慢慢来。你经常这样去做，它里面的这个血管因为肌肉的放松得到了一些扩张，它们的血流呢，它会涌进咱们的这个膝盖的一些分支里面。那么膝盖呢有血流的供应有了氧气有了营养，它就不会去畏寒了。同时呢，这个地方你放松好了以后对咱们坐骨神经的空间也有一定的释放，会让你的这个神经信号变得更加好最后就是说这个水肿这下肢水肿各方面一些毛病也是和咱们这块肌肉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里大家常去做，常去放松对大家的健康来讲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也是推荐大家日常可以做，腿一敲你看电视干嘛，你就可以这样去捏一捏非常省事，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经常去做这个动作呢，就是说做完以后你起来走一走，看感觉应该是非常好的，腿应该会非常的轻松，好吧？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你，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